前阵子无忧渡突然逆风翻红，简直把一票剧迷看得目瞪口呆。谁能想到，这部放了2年多的冷饭竟然香到这种程度？明明上线前几乎没有造势宣传，首播时也只是悄悄上线，但没过几天，热搜一个接一个，弹幕区直接被任嘉伦 is 刷屏，观众纷纷感叹，这剧要是早点播，说不定现在的国产悬疑仙侠剧天花板就要重排一轮了。连导演本人都忍不住在采访里自嘲，拍完的时候心里还想着，可能这剧要扑街了，结果现在这热度，我都有点不敢信。确实，无忧渡当初拍完后因为各种原因被雪藏了2年多，本以为上线后会悄无声息地淹没在新剧海洋里，没想到却以实力完成了冷启动逆袭的精彩一击。任嘉伦这次的表现也可圈可点，他饰演的角色深沉克制，情感饱满，既有武打戏的干脆利落，也有文戏里的情绪张力，毫无旧作感，反而因为沉淀更显质感。很多网友直呼，如果这剧早点播，任嘉伦的事业线可能早已迎来第2个巅峰。事实证明，一部真正好剧从来不怕等待。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耽误了2年，只要剧情过硬，演技在线，情感真挚，就有可能在不经意间点燃观众热情，成为后进王者。而无忧渡的逆袭也再次给了国产剧市场一记提醒，好内容永远不会过时。想想当初，为了宣传无忧渡，任嘉伦真的是拼了老命，白天跑通告，晚上开直播，几乎没日没夜的忙碌着，结果累得嗓子都哑了，疲惫的样子让粉丝都心疼。可谁能怪他着急呢？毕竟搭档宋祖刚复出，自己又不敢多说话，几乎把所有的宣传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任嘉伦不仅要撑起剧集的热度，更得尽全力让观众看到这部作品的亮点和价值。为了让这部剧能够突破重围，他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如今无忧渡的热度终于迎来了爆发，观众们纷纷涌入，为剧集和演员打，热搜不断上榜，话题度爆棚。看着这一切，任嘉伦也算是松了口气。但即便如此，和当年锦衣之下那种万人空巷、全网轰动的盛况相比，还是略显逊色。记得当时锦衣之下一上线，真的是掀起了全民追剧的热潮，粉丝们彻夜守在屏幕前，每一个镜头都反复回放，剧迷的热情简直空前绝后，堪称是一场全网的狂欢。不过，虽然两者热度的对比差了一点，无忧渡的逆袭依旧证明了任嘉伦的实力与人气。这部剧虽然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但最终的成功也让他获得了更多认可，证明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爆红的明星，而是一个有着坚实演技和坚持不懈精神的演员。哪怕这一次没有锦衣之下那样的万人空巷，他依然凭借这部剧证明了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未来一定还有更多可能。要说惨，还是杨紫更扎心。他为青簪行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真的是从剧本到角色全身心投入。为了把每个细节都做到最好，他几乎把整本剧本都吃透了，连原著粉去探班时都吓了一跳，这丫头竟然把所有人的台词都背下来了。不得不说，杨紫的敬业程度让人敬佩，她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角色琢磨透，还对每个角色的台词和情感都了然于心，力求完美。那8个月里，她几乎泡在剧组，日夜拍摄，甚至为了拍一些薇娅戏份，吊薇娅摔得浑身青紫，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负担。大家看着她拼命的样子，都不禁为她捏一把冷汗，仿佛她对角色的热爱已经超过了对自身安危的考虑。每一滴汗水，每一次摔倒，每一次的努力都凝结成了他对这部剧的深深投入。
令人心疼的是，最终所有的辛苦与努力却因为一个不争气的男主而搅黄了。尽管杨紫在剧中的表现无可挑剔，但男主角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剧集的化学反应未能引起足够的火花，导致观众对整部剧的评价和关注度大打折扣。他付出的所有努力似乎都没有换来应有的回报，这一切的辛酸与不甘，难怪让人觉得真是扎心。但即使如此，杨紫依然以她的韧性和努力赢得了尊重，她的演技和敬业精神始终不容忽视。或许真正属于她的成功还在后面，她的未来无可限量。这俩人还真是难兄难妹，命运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一起高开低走，一起憋屈沉默。5年前的《天机之白蛇传说》真的是很多人心中的意难平。当年两人合作的那股劲儿，简直一个撩得心跳加速，一个哭得让人心碎。任嘉伦演的许宣，那眼神会开车，一个皱眉一个低头，电力十足。杨紫的白夭夭，眼泪说来就来，情绪浓烈的像要把人心拽碎，整部剧的情感张力爆表，不少观众一度把他们列为仙侠剧最有 CP 感组合。当时大家都以为这对人气与演技双在线的搭档肯定要爆了，毕竟剧还没播完，热搜就已经连上了好几天，相关剪辑视频点播量1000万起步，站姐后援会忙得飞起。可谁也没料到，才播了短短11天，天机就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突然被下架，连个完整结局都没能给观众留下。一夜之间，从热剧变成被封印的遗珠，成为无数剧粉的心结。最扎心的是，到现在还有人3更半夜跑去官博底下留言催更，白娘娘能不能放出来啊？我都快等成小青了。可见这部剧的影响力和观众的执念有多深。杨紫和任嘉伦也因为这部戏背负着一份未尽的遗憾和观众无数的如果天机没被腰斩，如果当初顺利播完，或许他们早已在古装剧界封神，哪还轮得到这些年磕磕绊绊，命运多舛。如今青簪行和无忧渡像是他们在逆境中的一次翻身仗，希望这一次能不再被辜负。现在的观众可精得很，平台那点小心思早就被看穿。无忧渡明明是个好苗子，剧情有看点，演员有演技，却硬生生被平台空降裸播给砸了，不预热，不宣传，连个像样的物料都没有，像是怕剧火了似的，偷偷摸摸就上线，最后热度起来了，平台自己才开始后悔，亏的裤衩都快掉了。要我说，还不如学人家花间令，人家开播前就搞联名奶茶，朋友圈、地铁站全铺开，话题度拉满，这才是会做买卖的操作。不过话说回来，这些年平台的骚操作也不是全没好处，倒让我们观众看清楚了谁是真演员，谁只是靠滤镜和人设混饭吃的。那些靠脸吃饭的流量，离开配音，离开磨皮美颜，马上原形毕露，连一句哭戏都挤不出眼泪。反观任嘉伦、杨紫这种实打实一步步走出来的演员，哪怕被耽误个1-2年，依然能靠演技杀回来。你说这演技要是没练扎实，早就被淘汰100次了。尤其是杨紫青簪行，她可是整整泡了8个月，把剧本背得滚瓜烂熟，吊威亚吊得浑身淤青，就这么个狠劲儿。结果最后因为男主那点破事儿，整部剧差点废了。现在 AI 换脸都这么先进了，要不干脆换个男主算了，别再糟蹋杨紫这8个月的心血。咱观众不傻，看得出来谁是在演戏，谁是在混圈子。时代变了，好演员终究会等来属于他们的掌声。看着任嘉伦和杨紫这些年的经历，我突然想起了我老家种果树的三舅。三舅常说，搞农业就是看天吃饭，
今天有太阳，明天下雨，全凭天意。谁能想到，娱乐圈其实也一个样，演员也是在赌天时地利人和，碰上一个好剧本、好团队，那简直像中了大奖。但要是倒了霉，哪怕拼尽全力，也可能被配角、剪辑，甚至平台的骚操作拖下水。有时候连喝口凉水都能塞牙。任嘉伦、杨紫这几年真是体会到位了。但不一样的是，他们没摆烂。任嘉伦被剧压了，热度沉了，他照样每天练台词、健身，不间断训练，连粉丝都说他比健身博主还自律。杨紫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娘，吊威亚吊到全身淤青还坚持拍戏，从来没在镜头前掉链子。这些年他们咬牙坚持下来的劲儿，才换来如今的翻盘机会。和那些靠人设混日子的流量比，真的高下立判。现在的观众可没那么好糊弄了，光靠脸吃饭的流量们，遇上 AI 都得翻车。前阵子某平台搞 AI 换脸测试，把某顶流小生的脸安在老戏骨身上，结果演得面瘫，气场全无，被网友一顿群嘲，像机器人装了张脸皮，连人味儿都没有。反观任嘉伦，在《周生如故》里那场克制又压抑的哭戏，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看得泪流满面，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个角色的无奈和崩溃。那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本事，是机器永远模仿不来的人味儿。说到底，最令人意难平的还是天机突然下架这事儿。当年这剧开播势头正猛，杨紫和任嘉伦的 CP 感拉满，热度一度逼近顶流标杆。如果不是中途戛然而止，杨紫或许真有可能在同一个暑假实现双爆，一边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封神成经典，一边是天机走仙侠虐恋路线，双向拉满，打破女演员暑期档的收视记录也不是不可能。可惜事与愿违，如今只能靠 B 站上的二创视频解馋，随便一个剪辑就能破100万播放。弹幕里全是求重播平台别浪费好剧的呼声。要我说，平台真该学学短视频思维，整一个怀旧剧投票上架活动，说不定还能靠情怀赚一波躺赢的钱。而这几年，看杨紫和任嘉伦在娱乐圈里摸爬滚打，比追一部宫斗剧还跌宕起伏。今天被风暴剧体制，明天就可能被剧压口碑滑坡，环境变化的比剧本还快。但真金不怕火炼，反倒越发看得清谁是真演员。杨紫现在选剧本都不是自己一个人凭感觉定的，直接把她的表演指导老师请进团队，一起拆剧本、磨细节，确保角色能打得动观众。任嘉伦更是干脆参与剧本创作，对每场戏都严格卡线，力求情节合理，人物饱满。你说他们不红吗？数据、成绩都在，你说他们走运吗？那是用时间和汗水硬凿出来的运气。相比那些靠热搜上位、靠人设营业的流量偶像，这种踏实肯干、眼里有戏的演员，才是真正值得被观众记住的存在。